陈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早。你觉得我事事都要跟你汇报？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么久没见，道歉的本事倒是长进不少。这样吧，你就将功补过，去找个安静的餐厅。明晚我要带我的未婚妻和我妈见面。好。等会儿。什么？送你个礼物。谢谢小陈总，下次别送了。有男朋友了？你不是……不要以为是我妈身边的红人就可以欺负佩佩。思远，林秘书刚刚没有在为难我，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。没为难，你是没见他杀人不见血的时候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看他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知道这是伯母的测试，我怎么会跟考官过不去呢？反正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林淼淼，我看你是走狗做惯了，三观都碎了吧？仗着我妈给你撑腰，就来羞辱我的女朋友。苏小姐，我今天就先不打扰你了，我的话你好好想想，等你的答复。嗯。不去送送啊？你干嘛？你抓疼我了！这种事干几回了？我听你妈的！你还真是彻底成了我妈的狗腿子。我是陈董的秘书，自然是要为他鞍前马后了。不过如果你愿意付我双倍工资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为你摇旗呐喊。毕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升职加薪了。你就不会独立思考？我妈指哪儿你打哪儿。你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吗？别人的看法重要吗？能兑换五险一金吗？我妈让你犯罪你也去。小陈总，您还是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的心情吧，万一她只是假装坚强呢？你要是太闲了，就真去找个男人，别光想着破坏别人感情。毕竟我这个人吧，身边缺不了女人。你要是把她弄走了，谁来顶这个空啊？况且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趁年轻就要多谈谈恋爱，为结婚筛出最佳人选，是吧？还给你。
淼是您秘书，不是什么婚姻顾问，我就谈个恋爱，能不能不要像查犯人一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外头现在舆论满天飞，说你们一个花心浪荡，一个借机上位，现在已经影响到米瑞的形象了。我还不能过问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看到的新闻稿都说我俩天造地设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开始跟我对着干是吗？不是我跟您对着干，是你们看看你们做的什么事儿，一个当哮天犬到处乱咬，一个当王母娘娘爱管闲事儿。什么哮天犬？什么王母娘娘？你跟我说清楚！你干涉我自由的婚姻，难道不是王母娘娘吗？你还要把她娶回家是吗？我不能娶吗？我想娶就娶。你是想气死我是吗？陈董，你这么好心，关心老板的身体，这是员工应尽的义务，好吧？再说了，你是因为我任务没有完成才被打，我怕折寿。早就消了还服啊？而且我跟我妈杠，是因为佩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果然不一般，值得你这样。既然是我员工，就不要对老板的私生活评头论足。是我失言了。你这么晚还不回家？陈董让我这两天住在这儿的。你这狗腿子做得越来越称职了啊！你呢？这么大好的时光不去陪苏小姐，留她自己独守空房。比起陪她，看你的笑话更能吸引我。我有什么笑话可看的？我看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原本以为你是棒打鸳鸯的任务完不成，以我妈的脾气，肯定是要凶你一顿的。陈董现在好像没那么冲了，好像更有包容性了。你在搞笑吗？你拍马屁是不是得选他人在现场啊？你笑什么？你也不用一边说拍马屁，一边摸自己的脸吧。怎么啦？彰显自己的酒量进步了？这是在夜场里说出来的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在讽刺我花天酒地。我哪有资格刺您啊？我只为曾董服务，你的事儿就让你的莺莺燕燕去管。你这倒流都倒背如流了，能不能换点，搞点创新？小陈总，别叫我小陈总，陈思月，别叫。别笑，你这是又跟苏小姐吵架了？佩佩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锱铢必较。再说了，买点礼物不就行了？是啊，
在你们的眼里，能买点礼物、花点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，是吧？你跟我妈办事不也是这个道理吗？五险一金这话不是你昨天说的吗？这样吧，我聘你兼职，肯定比我妈给你的多。你呢，就帮我出谋划策，搞个 PPT，专门讨佩佩欢心，让她离不开我，也能为你昨天积德。行，谁跟钱过不去啊？来，先转点看看诚意。好了，我算是见识了啊。苏小姐自力更生，有手有脚，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提供点情绪价值。展开说说。陈东给她一巴掌，你不应该只给一个枣，你应该给的更多的是陪伴，多花点时间陪陪她。比方说昨晚，比方说现在，而不是坐在这儿跟我瞎扯。天有火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。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。你应该给的更多的是陪伴，多花点时间陪陪她。比方说昨晚，比方说现在，而不是坐在这儿跟我瞎扯。想念太曲折，背又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。林秘书，干什么？着急上班呢，有什么事到公司再说。吃了早饭再走。我缺勤了，你负责啊？我负责。你吃这个。你说佩佩要是知道我起个大早精心给她做了这顿早餐，会不会很感动？什么精心早餐？这不就外卖吗？可能吧，他可能会感动的痛哭流涕，然后拍张照片发个微博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。谁叫我这么爱他呢？为心爱的人做早餐，我乐此不疲。哎，多亏了你昨晚的建议，让我实际行动。这样吧，结婚的时候你做主桌。今天你不用去上班了，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待会儿陪我去片场探班，给佩佩惊喜。快吃，15分钟后出发。
不喝我喝。给佩佩买的牛奶就是好喝。陈总，应援的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等苏小姐大驾光临了。不错，年终奖敬你一礼。哎呀，谢谢陈总。苗苗姐，来我帮你拿，谢谢。还在生气啊？谁让你昨天晚上不陪我的？我不得搞定我妈吗？搞定了没啊？我都给你做全套早餐了，还不满意？不满意。那要怎么样才行？不去送送啊？也行。真去送啊？我说说而已。让他，李秘书为昨天的事跟我道歉。你昨天不是说不需要他道歉吗？昨天归昨天，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吗？还盯着看？没盯着。你明明一直盯着他看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不是在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吗？我说了，让他跟我道歉。他是我妈的狗腿子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昨天的事就是我妈的主意。咱们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万一他又跟我妈在那儿告状，咱们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怎么听你说话这意思是向着他呢？也行。聊什么呢？我跟苗苗姐讨教一下怎么谈恋爱。我这母胎 solo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脱单啊。那你得多讨教，李秘书经验丰富着呢。谁说的？苗苗姐刚说了，人家都好久没谈恋爱了。你骗鬼呢？真的，就一个。他啊，就是被当初那个渣男初恋给伤得太深了，导致现在都不相信爱情了。可别让我看见那个渣男。不是追你的人都数不过来吗？没挑着合适的。钱总，员工的私生活就不用关心了吧？那咱们聊聊正事儿。帮个忙。关于苏小姐吧？是，他想让你为昨天的事情道歉。佩佩什么都没有做，被你劈头盖脸的一顿教训，我都替他委屈。我心疼我未来的老婆，不行吗？未来老婆？对啊，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你哄不好你未来老婆就拉我下水，我是砖头吗？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你答应我妈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给自己善后？那我也没有想到你会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代表陈董去跟他聊一聊，为什么就是我来道歉？再说了，以前你不都云淡风轻，说散就散吗？为什么这次就不一样？她跟其他的女生能比吗？她独一份。佩佩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，你给她道个歉，大家握手言和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。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李秘书，苏小姐，昨天是我唐突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思源，这是
这事儿怪我，李秘书严重了，我就是跟思远开个玩笑而已，我没想到他真当真跟你说了。思远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还特意让李秘书来跑一趟？苏小姐，陈总他很在乎你，这我知道，不然他也不会想着跟我结婚。李秘书，要不然这样，过几天我俩准备挑婚纱和钻戒，你也帮我们出出主意吧。随时吩咐。那麻烦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说吧，你是不是跟林苗苗好过？怎么这么问？你说是不是？有个好消息要不要听？什么好消息？剧的投资已经帮你搞定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你只是当时为了哄我，故意这么说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能给你的，我一定给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，每一帧。稍等啊，陈总，我快收拾完了，马上送你回去。林秘书送我。啊？送我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。想啥呢？快去吧。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去副驾，我来开。回忆如月色，拿着我家的工资却不听话，是老板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指挥别人吗？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一杯咖啡，你推荐一下。美式，拿铁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喝什么？拿铁。稍等。你在这工作多久了？我实习。咱俩一个学校。我家也是卖咖啡的。真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等毕业，你来我家工作。别闹了，陈思远。我来开吧。
你不开心啊？是不是刚才让你去跟佩佩道歉，你生气了？当牛马就得有当牛马的自觉。你刚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老板，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，哪敢有情绪？好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，前面地铁口把我放下来。就当是筹码吧。什么筹码？我送你回家，你呢就在我妈面前多说说好话，让她考虑考虑接受佩佩。这几天你真的够了，你们俩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自己说清楚啊？停车！停车！我妈那么喜欢你，你帮忙说两句又不会掉肉。苏小姐想让岑董认可很简单，只要她能同意做全职太太，岑董自然就接受了。你那么聪明，看不出来这是我妈的迂回政策吗？目的很简单，让她知难而退啊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你还助纣为虐，不然呢？其实你多了解了解佩佩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说不定你俩以后还能成为朋友。岑总，这不是我的义务吧？还有，你以后做事的时候能不能考虑的周全一点儿？不要把我牵扯到你们之间来，我不想被他误会。误会说明他喜欢我呀，我俩朋友一场，你不应该为我而感到高兴吗？第一，咱们俩现在算不上是朋友，用你所谓的上下级描述更加准确。第二，我不想被牵扯进来，是因为我怕他钻牛角尖。到时候如果他问出什么我跟林淼淼你选谁的这种问题，我可背不了这个锅。我选你。毕竟我妈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没有我妈，听懂了吗？您是24孝子，整个米瑞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送我去岑董那儿。去你家？我家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陈思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不欢迎我？难道家里面藏了什么野男人？是又怎么样？反正也比不上你的状况百出。看来有情况。来都来了，跟后辈们打个招呼。我生气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你生日。开门吧。哪有人空着手给人过生日的？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谢谢。你还真是个工作狂魔呀，家里都跟米瑞博物馆似的。这不古董吗？我那只呢？早就扔了。我喝过的。行，看把你紧张的。
真藏人了？我藏人藏冰箱里啊。我找能喝的水。找吧。许的什么愿啊？是早点找到男朋友，还是一夜暴富啊？成年人不做选择，当然是两个都要了。你不也希望我早点脱单吗？免得我太闲了，去破坏你跟苏小姐的感情。你不会还惦记着我吧？陈思远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。我虽然说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是我也记得是我提的分手。一句玩笑话，还较真起来了。待会玩个游戏吧。好啊，真心话，我先问。问。陈思远，这10年来，你睡过多少个女人？这问题太私人了，不可以发。一只手够吗？数不过来。2只手，2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吧？2只手还不够啊？那再加上你的手，3只手够吗？你喝多了。3只手，你喝多了。3只手也不够，那我数少了。我那些名声，你不都听过吗？你就不想问问我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多少个男人睡过？不想知道吗？不是玩真心话吗？你怎么不问了？你问我呀，你问我呀，你问我，我可以回答。你问我可以说，你快问我呀！你喝多了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你喝多了。停留。没有，我信以为真，我没有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我说你喝多了。忘不掉的你问我呀。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换来了忘不掉的痛。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情节在脑海中放着，
剧本演的是我不完美的角色。你喝多了。没有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我说你喝多了。从你的世界经过，你问我呀。被爱的资格，谁人封存着，偷偷寄给云朵，结局会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。当你笑着。哦，李瑞大小姐，未央总裁真是天造地设啊！这杯酒喝了，这个媒我就顺水推舟给做了啊！哦，干什么呢？陈总真是太没有礼貌了，你坏了我跟淼淼的好事。常总，别忘了咱们刚刚的约定。淼淼，我酒喝完了，你一口都没有动哦。干嘛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怎么了？不就喝个交杯酒吗？常有的事儿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今天喝，我以前也喝，不就图个乐子吗？喝完他们就忘了。你觉得他们会忘吗？那个，我先走了，陈总。你觉得他们会忘？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我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一直都是这样，不然你以为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忘不掉的风，你说那晚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。你为一个项目，你下贱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止今天跟人喝交杯酒，我以前还碰到过咸猪手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怎么了？用尽每分看不起我了？在身旁为我停留。敏锐的今天，你这个阔手阔脚的富少的生活，都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交易叠加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忘不掉的痛，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去公司吧，给你看个东西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。想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谢谢啊。以后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米瑞就算是天塌下来了，也有别人顶着，压不着你。如果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找我商量。谢谢，小陈总，我不需要，谢谢。
你需要。送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苏菲菲呢？愣着干嘛？快点走！陈总换车换的可真快。接着，送你的。陈思远，别把你在外面追女生的手段用在我身上，不吃这一套。给你买车是为了让你接送我跟佩佩。陈思远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的把我当成你俩的丫鬟？没错，你要有任何想法，可以随时告诉我。看来你没有，那就当好你的丫鬟，做好你分内的事情，才对得住你的五险一金。嘿，学长，淼淼，还真是你啊，李淼淼！太巧了，好久没见啊，变得更漂亮了。我刚在那边远远的看着你，小小的、瘦瘦的，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像个小孩。你胡说呢，这么多年了还像小孩，那么见鬼了。雨下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哦，我们公司今天要过来开个会。别骗我了啊！你明明就是躲在这儿一个人伤心，是不是男朋友欺负你了？陈总，虽然不可能直接收拾他，至少可以出谋划策，是不是？邓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没有，我没有伤心，我还单身呢。你们俩？哦，这是我老板，米瑞咖啡的执行董事陈思远。是林小姐从毕业到现在整整10年的老板。哎，米瑞。淼淼，没想到我们在工作上还能有交集啊！我是德曼招商部的，米瑞这条线由我来负责。那也太巧了。今天我来米瑞是来签订合同的。我说呢，我早上一出家门，我们家门口好多只喜鹊在叽叽喳喳的，原来这事儿是我他乡遇故知了。这下雨天哪来的喜鹊？走了。我帮你打伞，淼淼。来，喝咖啡。谢谢。陈总还真是平易近人啊，对待下属也这么贴心，在米瑞上班真是有福了。这些都是相互的，林秘书平时对我也无微不至，是吧？学长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德曼招商部的经理，这说话声音还这么有磁性。哎，你看这喉结也突出啊，男人味十足啊，多少小姑娘对你肯定梦寐以求吧？那哪能比得上你啊？不如你的实锤花边热色。哈哈哈哈。手机壳不错，汪汪队。我这是童心未泯，虽然我长得比较成熟，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个孩子。这么大一只孩子，络腮胡子都没刮干净，倒也新鲜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陈总是早熟，毕竟看上去挺年轻的，情感履历实在是丰富。
跟对的人走到一起，多历练历练也是有必要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米瑞。OK， 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邓总，合作愉快。德曼的标是淼淼通过努力拿下的，合同也是他代表米瑞和德曼签的，我不应该和他握手吗？在米瑞，我比他的级别高。那是我的荣幸。米瑞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卷的。我很期待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，陈思远？什么意思？今天这么严肃重要的场合，那么多双眼睛一直盯着你，那么用力握他的手干什么？就算你有个人情绪，你就不能为了米瑞忍一下吗？他看你那眼神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？我需要忍。我单身，学长也单身。就算他真对我有什么意思，那又怎么了？我难道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把关。你有什么资格帮我把关？你不是已经跟苏小姐谈婚论嫁、展望未来了吗？还管10年前的前任干什么？还是说你喜新厌旧？苏小姐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你要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，然后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。又不是愿望。思远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你淼淼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你当我瞎吗？你们两个在我眼皮底下眉来眼去，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是不是对李淼淼还余情未了？是不是？你愿意去找他吗？你合同不签了？安东以前不了解我，想让我当全职太太，让我知难而退。现在知道我能帮米瑞翻身，当然舍不得让我销声匿迹了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让他失望。啊，对了，丹尼买，当然，走吧。你先走吧，我约了产品部开会。开什么会？送我回家。你的心里
不再有我，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你先下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已经忽略我，被清除出你的世界，想不通对错。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？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无耻吗，陈思远？你要是心里有别人，就别到处招惹人。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太傻，是我太天真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？没有，你挺好的。你不要跟我发什么好人卡。要是没有他的话，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变？这和淼淼无关。怎么就和他没关系了？最近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，事后还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装给谁看呢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汉字表，表面客客气气，坚守妇道，实际上表出天际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，自己做的事还怕别人说啊？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？我怎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？在思远和陈总面前，你装的大度有礼，背地里让我知难而退的时候趾高气扬、咄咄逼人。你敢说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？是什么？你和常启兴纠缠不清，现在又想和思远藕断丝连，还借助我们的感情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汉字表和白莲花无缝切换。发疯之前先过下脑子。我要是想整你，陈思远早就是你前男友了。你装什么好人？要不是你把他迷得五迷三道，思远怎么会无端端的跟我分手？都是你。别闹了，放手！能不能别闹了？放开我！你为了他，陈思远，分手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听明白了吗？我不同意。陈总来了。常总这又是得罪谁了呀？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今天出现的太巧合了，我不得不怀疑是他找人打的我。不是我找人打的你。所以你把我叫过来是为什么？曾总，咱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了解我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承认她是你老婆，我就看你的面子，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是我喊人打的你。你说的是。好，于洋，报警。好嘞，他打的，把他抓起来。常总，淼淼哪有胆子打你啊？他这么说是故意气我。他要是进去了，我妈非得活撕了我不成？那你承认她是你老婆了？哎，我这儿呢。哎，说话是吧？是。我认定她就是我的老婆。
好，非常好。那这位是谁啊？不说话了，回答不上来了。哎，你认定了她是你老婆，那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情妇、小三儿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种事情就不劳常总。不难断，很简单。这位是于洋，这是于洋女朋友。简单吧？你看啊，大家都讲道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新闻满天飞，你就告诉我们，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前任。前任，女朋友就是女朋友，情妇就是情妇，小三就是小三，前任是什么东西啊？陈太太，你家教不严，他背着你找小三儿。蔡思月，你混蛋！哦哦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既然你是陈总的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不是你打的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受到惊吓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哎呦哎呀！哎呀！你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？人又不是我打的，我怎么了？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吗？还给我装！医院走廊里你吼什么？再说了，今天是我求你来的吗？算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本来就是啊。好，现在我又成了抢别人男朋友的 bitch 了，你满意了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狗东西！是，我是狗东西。好了，别扯了，去找人吧。我已经跟他说分手了，现在去吧。渣男。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。老子变成渣男是因为谁啊？因为你说那的风太多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用尽每不是，是不是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？你真的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吗？
陈总早。哎，小周，啊，打个电话给林秘书，再不来上班，算他无故缺勤。苗苗姐早上请病假了。病假？哦，高温发烫。真矫情。啊，切，还矫情？我倒要看看，今天你在公司里不能坐得住。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你要是以后还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改密码了。我代表公司过来看看你，听说你发烧了。别乱摸，死不了。我刺探病情，我乱摸。你又不是医生，添什么乱啊？快回去吧。我不。谁啊？这先生，你的外卖。邓先生，你俩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？他约我今天去德曼店巡视装修进度，然后我说我生病了，他就……我说这么着急把我往外推，我偏不走。公司最近很忙，德曼第一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，还要准备各种上市的材料手续。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，工作交接了吗你？我请过假了呀，我严格的遵守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流程。等我病好了，我会把工作补上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软装设计，喝完药干活。老板亲自监督你，1对1服务，说明这个软装布局是很重要的。德曼的软装布局，设计师已经做了2套方案，刚已经发你微信上了。你看看哪个好？我觉得我们米瑞的店铺一贯是走复古电影风的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屡次出圈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德曼的商场是比较前卫时尚的，如果加入第2组设计里面的包豪斯风格，可能会更加吸引人。啊，继续。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要做复古的风格，但是像前台、卫生间这种地方的软装，可以加入一些明亮的色块，包括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小型的打卡区。这个打卡区的风格可以1个季度更换1次，包罗万象，紧跟时尚。听着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费钱。好不容易才有的德曼的标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，陈总。再想想吧，看看有什么既省钱又新颖的想法。资本家。你成什么能？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热的，暖暖。监工就监工，怎么还软硬兼施呢？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？
方案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设计师了，会按照你的修改，你不用担心。少来，我都已经做到一半了，我可不喜欢半途而废。谁喜欢半途而废啊？那有时候不是不得已吗？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说，到了这个年纪还谈什么爱而不得，就耗呗。但你知道吗？10年，我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多谈几个人，多见见世界，不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但是为什么心里满满还是你？说看星空，看日落，不如看我的眼眸。可是明明你已经把我撕成碎片了，为我停留，我却没办法恨你一点。刻在我心头。你怎么这么烫？去医院。陈思远，苗苗病了，我现在带去看医生。还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这不会包好4风格的椅子，皮质要软。苗苗，公司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安心休息吧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。帮你女朋友摁着，1分钟以后再放开。好。的放纵，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陈思远，你出来。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，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了不起啊，陈思远！无缝衔接啊！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是吧？那就是我错怪你们了呗。那咱俩和好，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陈思远？你真铁了心要跟我分手是吧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行，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承认，一直忘不了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选择了逃避。我以为只要我心里可以不想他，不见到他，我就会不爱他。但当我回国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天空
我不想再逃避了。对不起。相遇的情节在脑海中放着，剧本演的是我不完美的角色，戏份不会太多，我也懂得。从你的世界经过，寻找被爱的资格，喜悦封存着，偷偷寄给云朵。合同上很多地方不对，我需要调整。好，我要加5个点。好。爱你像是配合主演的临时角色，清醒的入戏了，却忘我了。你好像也察觉了什么，不动声色，偷偷用心配合。爱你像遥远的风吹过。好的，陈董，我明白。我到下午就跟战略部的小伙伴沟通一下。对，明天就可以完成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方案我一定出来。明白。病还没好就这么拼？米瑞不缺你这2年的 KPI。刚关心完苏小姐就过来关心我。中央空调啊。我关心谁，整颗心向着谁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当你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体验了一次别人体验过的被照顾。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先好好休息。这急性肠胃炎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又不是没犯过，死不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动不动就死不死，说话跟诅咒似的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你有好处啊，给你心里腾一个位置，好让你不用那么纠结。我纠结过吗？我有1分钟1秒钟纠结过吗？我在家不是明明白白的都说明白了吗？我以为你听明白了。要不我再说一遍？我要睡了。中午想吃点什么？你们俩真分手了？多伤人啊！我以前是渣男，现在也是，不拜谁所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人生病本来就是保护自己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，我又不会倒下嘛。你应该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，毕竟你把人家伤得这么深，你都不去管管。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说话颠来倒去的。你是太平洋警察，管这么宽？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啊，工作治百病。要不是你过来督促我工作的话，我熬一碗黄芪还能干一个通宵。你这是又有劲儿了。可能是盐水起作用了。还真有点饿了。饿了？那待会儿自己点外卖。我先回公司。去呗，不用跟我报备。你跟苏佩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他提分手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前几天。早不提晚不提，刚宣了品牌大使你们就散了，早让你跟他分手，你跟着了魔似的。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怕不是对手派你来瓦解米瑞的吧？随便别人怎么说呀，我又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董事会在乎。你要是跟他分手，我没意见，但是米瑞的股价刚刚上涨，这个时候公布分手不合适，想办法再压一压，等过阵子再说。跌下去还会涨上来的。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和淼淼辛辛苦苦做下的家业是用来给你拜的。我告诉你，米瑞的今天，你这个阔手阔脚的富少的生活，都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交易叠加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康导演一直跟我夸你来着。那你呢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看了素材，挺好的，而且今天这套装扮也很适合你。是吗？大家都看着呢。你要一直这样的表情对着我，你猜明天的头条会怎么写？那你希望我怎么对你？小岑少爷，你想分手归分手，但你总得想想米瑞。如果你不想被营销号抓住把柄大肆宣扬，那你就开心点啊！你也挺大的人了，别老让你的母亲大人替你操心。我还不知道你妈叫你来的吧？顺便把合同给你。要不是我叫人知会岑董，恐怕现在都请不来你吧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来了就行。你看你们俩老夫老妻的样子，那你就是家属了呗。作为家属的话，就不能参加米瑞的竞标会了。我跟邓总不是你臆想的那种关系，你怎么证明啊？我们清者自清。林小姐当然是我岑家的人，是我岑思远的女人。你有病啊！你干嘛？宣誓主权啊，没看出来吗？你问过我意思吗？真配啊，你们俩，彼此给彼此戴绿帽子是吧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吧？我们就不能好好聊一聊吗？聊什么？聊你的幼稚吗？你尊重过我吗？我是你的玩具啊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抓过来就亲，怎么显得你力气很大是吗？霸道总裁啊！我没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在躲我，回避我。我等不到答案，我总得制造答案吧。我没有在躲你。你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明明就在躲我。你也知道我一直在想你，但你还是在躲我。如果你要这么煎熬我，我可以让你煎，但你总得给我一个期限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必要这样。可是我真的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怕我快撑不住了。10年，10年之后，如果他还没娶，你还没嫁，我不干涉你们。是啊，
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，取经都取到了通天河，你才是我的经。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，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我们缓一缓好不好？我们缓一缓再聊我们的事情好吗？为什么？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。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这就是你拒绝我的借口是吗？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们睡意朦胧，要不是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如果这么多年你心里也念着我，我们就没有分开过。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要不是梦中泡沫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。光照昨天催了，说下午要交稿。哎，好，你干嘛？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。干嘛？在公司呢。哎，晕开梦河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缓缓，你干嘛？说爱你，余晖藏帮我这个领带，不肯离去。就为这个，神秘兮兮。那你以为是什么？其他服务呢？若是我可以的，我也行。想念太曲折，被涌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姐，哎，陈总，
陈总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陈总，林秘书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？刚刚他脸一下子突然那么红，是不是气血太足了呀？应该是德曼的事情压力太大，熬夜熬的。原来熬夜还能有这种症状呢，长见识了。你这是来八卦的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咖啡艺术馆，场景已经布置好了。这些是实景图，您看一下，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？你发给我吧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林秘书生病的事情，你不要到处乱说。林丹写的不错。没事儿，大家一块过来集气吧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你平时都要最后一个走吗？我演加班呢，有加班费。你过来，我给你充电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不要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我看着呢，他们都走了。不肯离去，我借风悄悄把你拥那我也不养入虎口。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别乱动，公司到处都是监控。我们先回家。你自己没有家。目光只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你干嘛？不想让我去啊？我又不是不知道密码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了繁星，只有我一人倒影。不行，有监控。是儿。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，我的心那样笃定。这爱意沉默的绕着恒星轨迹，隐藏在呼吸里。
哎，苗姐下班了。我猜她应该是跟小三爽约会去了。干什么呀？一会儿让别人看见了，这会又没人，万一有人加班呢？不会的，就先一会儿嘛，牵我手怎么了？哎呀，烦人！谁啊？哎，去，快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咋还没下班啊？吓我一跳。周晚，你吓我一跳。我都打电话呢，在这。哎呀，我正熬夜赶设计呢。天呐，那个新出的那贴纸啊，赶着要呢。又得加班，头晕。那你快去吧，赶紧弄啊。不行，陪买关东煮去。咋不让张会计陪你去啊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大声啊？别人听见怎么办啊？要给你看图啊。怎么了？我算是发现了，这米瑞个个身怀绝技。你还好意思啊？我看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了繁星，只有我一人逃逸。温热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，我的心那样笃定。这爱意家里没监控吧？沉默的没监控，也不能为所欲为。哪一种叫为所欲为？隐藏在呼吸里，涌出眼睛。听沉寂的心为你苏醒，差一点错过拥抱你，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今后在你身边，晚安好梦。我只爱的你，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爱的勇气，别担心，赌上所有奔向你。听沉寂的心为你苏醒，差一点错过拥抱你，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今后在你身边，晚安好梦。我只爱的你，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爱的勇气，别担心。怎么不行？万一有了怎么办？有了就生下来。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那我现在去买。我晚上没吃饱，我去买点饭给你吃好不好？我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啊？讨厌。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
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背又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。密码你都能？陈思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来干嘛？我找林淼淼，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，我给你转达。你是他什么人？邓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酒会的时候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你觉得我是他什么人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淼淼，谢谢。你去给学长倒杯水啊。来者是客，咱们一起敬学长一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用咖啡杯装气泡水？你们家一共3个杯子，2个咖啡杯，1个玻璃杯，我总不能和学长一起用这个咖啡杯吧？是吧，学长？来，所以你们俩真的在一起了？没，学长你误会了。我说嘛，你们要是在一起，我直接就撤了。虽然现在没有，但是我相信不久后的将来。将来就别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留下来吃晚饭。淼淼又没有留你。淼淼在5岁的时候可做过我老婆，就这关系，需要留吗？什么5岁？而且是一整个夏天。淼淼小时候啊，最爱吃鸡腿了。来，多吃点鸡腿。鸡腿有什么好吃的？肉那么柴，来吃鸡翅。你夹过的，你吃。来，青菜你吃。这红烧肉也不错。这个。你们俩够了。有什么事不能以后说？好，我尽快过来。淼淼，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学长，你先去忙吧，淼淼这有我呢，忙去吧。本来今天我是想跟……哎呀，走吧，工作要紧，要放在第一位的。你们俩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吧？你留在这儿也不合适吧？咱们一块儿走。来，我是淼淼的上司，他工作没完成，我得监工啊。淼淼这么自律的人，不需要你监工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对淼淼也不太好啊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上司就可以得寸进尺，
人不好意思说而已。你咋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呢？那个陈总，要不你也先走？听到没？走了走了，一块撤，一块撤。走了，走走走走走。人淼淼都说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嗯。衣服忘哪了？哎，走吧。走了。嗯。哎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了，那个方案，你们怎么办事儿的？那待会儿我过去一趟。嗯，好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忘了跟你说一声。说什么？我没吃饱。那接着吃。我说我没吃饱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相逢时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奔涌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好香啊！我只愿随你去。部队锅，男朋友，烟花，我小时候的梦想。那以后我们一起看烟花。我可都看见了。看到就看到呗，我不能有朋友啊？当然可以有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你吃醋啦？只有我一人倒影。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
温热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，我的心那样笃定。怎么可能没吃醋？这爱意还敢握手？沉默的哪只手啊？去消毒。心轨迹思远，思远，呼吸里涌出眼睛。今天都干嘛了？明天得给你请个假。请假？后天你就出差了，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去？我就知道我跟你说了，你肯定不高兴，但是我还是得跟你坦白，不去。那个孩子真的特别可怜，他没有妈妈。我还没爸呢。思远，现在小陈总也不叫了，思远就行了吗？老公，老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行，不过8点半之前必须回来，一起去看电影，好东西。一言为定。星落，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背又相望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好，这个房卡往前边走就好了。好。怀里，目光只锁紧，
我只愿随你去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信以为真，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风。你怎么来了？来视察工作，看看你有没有摸鱼。那你还装睡？不早说。早上几点回来的？我回来的时候你就睡着了。说好的8点半呢？你昨天晚上看好东西了吗？你是个好东西吗？对不起。你真狠心。晚回家也不发个微信打个电话。那我也一直看着手机，你也没给我发个微信啊。我那不是要给你自由吗？谁知道你真这么狠心啊？心太大了。对不起。以后还报不报备啊？情侣之间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对？昨晚干嘛了？你还怕我被拐了？怕的要死。不知不觉看向我怕你被人拐。光之所及，我只愿随你去。看烟花。想念太曲折，也不知道哪个傻子，不过年也不过节的，放这么久烟花，好看吗？这烟花还挺好看的。那这个傻子算是放对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陪你过年啊！又要赶我走。
我借风悄悄把对不起，你拥进怀里。在这儿，我说了那么多伤你的话，对不起，思远。随你去。淼淼，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在一起，就是要放弃一下过去的心理包袱。你顾得了这，顾不了那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遗憾，彻彻底底的自私一回好吗？我只愿随你去。淼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有更多的人去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幸福，也希望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过去所束缚。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影子，就不会感觉怎么放这么久啊？光的人在指尖放了13年、的轻柔14年的、15年的、16年的、17年的、18年的、19年的、20年的、21年的、22年的、23年的，还有今年的。对不起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躁动。阿姨，初次见面，今天有点冒昧了。我跟淼淼在一起10年了。早就想好，这辈子都要和他在一起。今天过来，是来征求阿姨您的意见。如果您同意，明天民政局上班的话，我就带淼淼去把证领了。明天就去领证啊？哎，等等等等，咱们淼淼虽然不是金枝玉叶啊，好歹也是正经人家的好姑娘，结婚这种大事还是要慎重。哎，我看你也是头一回上门啊，这话没说2句你就开始聊婚事儿，你也忒着急了吧？是太着急了。今儿张婶在，我就替林家把关。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啊？做什么的？我家就我一个独生子，我妈是一家咖啡企业的董事长，婚房是我自己开公司赚的，买了套220平的大平层。这是房产证，已经写在你名下了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了繁星。这是彩礼，还能够再买一套的钱。温热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。我的你一定要收下。笃定，这爱意还有吗？有的。车还有几辆，虽然我们2个都不太喜欢开车，但我还是带来了。藏在呼吸里，涌出眼睛。这是我身份证，跟你同岁，属兔的。这个呀，是我们自己家企业，我的占股，也都交给你。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。这
这是体检报告，上周做的，健康，很省。不断重复着爱的勇气，别希望阿姨成全我们。赌上所有苗苗，想你，这爱意这么多，哎，我看这个饭绕着无产证书。隐藏在呼吸里。我算是看出来了啊，你想结婚，那也要先求婚，连个求婚戒指都没有，有没有仪式感呀？差一点错过拥抱你，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今后在你身边慢慢好梦，我只爱的你，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别的心赌上所有，奔向你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。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云开梦合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火色，让爱的味道延续。对了，这个喜欢吗，老婆？嘿，我前面这些不许吃。行。哎呀，你还扇了我一下。这个喜欢吃吗，老婆？我只愿随你去。老婆，老婆，别喊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我们这婚也结了，证也领了，孝顺老婆怎么了？好好好，我知道。那这样，咱今天先不叫，你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，行吗？求你了。保证不叫。我保证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。老婆，晚上吃什么呀？你会不会抱紧我？老婆，吃什么呀？我带你去。吃什么？老婆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。到大你做任何决定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要是10年前不拆散我俩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。我的忤逆难道不是被你逼的吗？就因为你是我妈，就可以不讲道理，是吗？陈导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儿。你自己看看，这10年来 PUA 的多成功啊！这样，咱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堂堂米瑞集团董事长是怎么欺负一个刚毕业职场小白的。这东西我都随身带着。
你别动！找到了，合约第9款第4条，乙方具有如下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10倍甲方所支付的医药费。情形1，合约期内背着甲方私自与其儿子曾私远交往。情形2，乙方向第三方任何组织泄露他人秘密。情形3，灭了。到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思远，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对不起，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粉丝馅的饺子，你想不想尝一尝？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，你今天一直都没吃饭，尝一尝吧。要不是你吃一口。吃一口。好吃吗？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我现在心有点乱。在指尖的轻落。合同是我搬家的时候发现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瞒着你。触摸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你能不能原谅陈朵啊？要不是咱们都一起好好的往前看，好吗？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。你在这干嘛？啊，陈总，我那个身体有点磨磨唧唧。
陈董在哪儿？在特护病房，等会注射全麻。概率多大？30%的概率。医师团队的，是3家最好的。最好的。你要不去看看吧？虽然陈董他一直瞒着不让说，但是我感觉他挺害怕的。陈总，就这儿。妈，妈，妈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照相馆拍照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雪，路特别滑。中途路过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碰到了一个熟人，说是我外婆家的远房舅舅。他在那卖包子，又大又热乎的那种。我妈跟他聊了几句，然后非要给我一个冒着烟的包子。我当时就拽着我妈的衣角，往她身后躲，硬是没吃。我妈就说你不想吃吗？你就吃啊，躲着干嘛？但其实我很想吃。20几年了，我依然记得那个热气腾腾。那是我关于我妈最早的记忆。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
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要不是什么样的医生？目前来看，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。等过了观察期啊，没什么排异反应的话，基本上能痊愈。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妈，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你们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小米粥，听你的。还听你的。可以。怎么了吗？淼淼，哎，陈董，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彩礼我就不给你了，嫁妆我也不替你买。这个呢，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谢谢陈董。喜欢就要改口了。哎妈，他脸皮子薄，上次在商场我叫他老婆，他吓得东躲西藏的，得给他时间适应。妈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妈，看大海星辰乖的放纵。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好过日子。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